嗨，我是老板。很多人都问说，到底该怎么追女生呢？能不能用女生的角度来讲，怎么样才可以追到女生？怎么样可以提高好感度？我们这集呢，综合了很多女生还有男生自己追到女生的经验，来告诉大家总共5大点，教你怎么样追女生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第一点是心态放松一点，用交朋友的心态去相处，不要一开始就抱持着我一定要脱单，我一定要破处，我一定要把到他的这种心情，离开母胎单身。我觉得这种这么亢奋的心情就会使你太急躁，因为你背负了一个强大的使命，你知道吗？不单纯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先放轻松，你就当做是先交一个普通的女生朋友就好。你一开始就保持着这种心情，然后就会太过急躁，很容易会做出很奇怪的行为，例如什么根本就聊没几次，女生对你还没有好感，然后你就急着告白，就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？然后女生就觉得我不是才在跟你聊天而已嘛，还在3餐嘘寒问暖这样而已，然后你怎么就突然告白了？就会觉得你怎么回事这样子？还没有火花，被当怪人。对对对，你就被当怪人，因为你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差不多了？赶火车，你就太赶了啊！有时候会太过紧迫盯人，然后太过分的关心或疯狂的讯息，就刚刚才吃完饭分开而已，我晚上又一直疯狂赖，你觉得刚刚怎样怎样？那我刚刚有没有说错什么话？有哪里让你觉得不舒服吗？什么什么？好烦，就太多了。对，你要留给他想念你的时间，让他有回味的时间。真的哎。对，你要先消失一下下，然后明天再联络了，不要想要塞满他，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太烦了，而且有时候就没有魅力，因为你就太黏了。然后对啊，就男生女生都一样，都不要太黏啦，就是约会完都给一小段空白，让他有时间去思考说，刚刚这个男生怎么样？刚刚这个女生怎么样？都留一点点空白，这样顶多就是确认一下说，你到家好，没问题好 ，OK， 好，拜，这样。这种刚好，真的刚刚好，对妹。可能会有男生说，可是我真的做不到，因为我就看到女生讲话就很容易脸红或很紧张，然后会过度关心这样。我必须讲，这个是经验值的问题，就是你可能是平常很少接触女生，所以你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恋爱脑，不然就是精虫冲脑，不管是你生理或心理的，你都压抑不下去。我觉得是因为你太少接触女生了，所以你就是多多约会，你不要一下子就对着一个目标，然后你就陷下去了。你要不要多约几个女生出来，都喝喝咖啡，也没有要干嘛，多交朋友，样本数要多一点。对啦，多约会，多暧昧，然后多提升跟女生相处的经验值，你慢慢的就会比较可以放松，因为你就大概知道女生是怎么样的一种生物嘛，就没有那么可怕啦。无论男女，我都是这样建议的，就是多多约会就对咯。第二点，不要太急着很快要有肢体接触，好不好？太有目的性，很容易吓跑女生欸。我发现很多男生都以为约会要有进度，有时候几个男生在聊，好像都会有那种到积累了，你们对，就是太有目的性了，甚至有人会有设定说什么第1次先吃饭，第2次要牵到手，第3次要勾到肩膀，第4次可以看能不能搂到腰，什么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进度表，不是就顺其自然吗？对，这个是要顺其自然，有 feel 自然就可以做，对嘛？对，可是如果就没有 feel， 然后你一直有一个进度，说我今天要牵到手，我今天要牵到手，然后我今天要搭肩膀，我今天要搭肩膀，你就会烦啊，你就会出现很多很怪异的行为，就会好尴尬。对啊，你就会一直想说现在可以了吗？现在可以了吗？就是会很怪啊，而且你整场就会因为一直有着这个想法而没有办法放松的聊天，然后女生会更觉得你好像很难聊，因为你都在想别的事啊，而且这种小进度可能都还好哦，有些男生是很设定说他多快要上床，哇，什么3次啊，如果3次还几次没有要跟我回家或什么，那他就要放弃，他就下一个。这哪是找他是不是女朋友啊？进度有点设定的太快了？尤其是那种刚开始约会，他就是一心要破处的那种人，他就是想要最短的时间达到这个目的，或者是他可能很久没有交女朋友，他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一定要赶快有这个关系，很明显，因为你的这个很猴急的这个状况都会写在你的脸上。我是有遇到那种，就你跟他出去，你就会觉得他侵略性非常强，他一直想干嘛这样？对，他没有明讲，可是我就觉得他眼神跟那个气息，确认过眼神，对，然后我靠近他，我就觉得他是要把我吃掉了。等一下，那你是不是不喜欢他？不然你应该会很火热。那有可能是我不喜欢他。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太快了，你的侵略性是一开始就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吃了，而且他可能第一印象没有这么的良好，就还没好感，然后又很急，你会压力很大，会觉得不想再出去了。对，而且他可能想扶我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闪开，对，我会闪开，我会觉得好恶心，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。第3点是做自己，不要过度的伪装，找个可以自在相处的伴。如果你要伪装成某个样子，他才会喜欢你的话，那他喜欢的也不是真的你啊，你迟早也会被打回原形啊，你不可能装太久啊。我并不是叫你要很邋遢，头都不洗什么的，或者穿很丑什么，不是，是说你维持一个正常的情况下，然后放松一点，去展露自己的个性跟价值观。那你才有彼此交流的机会。真正欣赏你的人，应该是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，而不是喜欢装出来的人设。如果你是要装阔哦，我就是好像很有钱，他才喜欢你，
那后面发现你不是这样的时候，他不会走吗？你只会吸引到反而不是喜欢你这一型的人而已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浪费时间。所以我真的觉得男女约会一开始真的都是做自己，那不适合就不要再约会，就找下一个就好。你不要装了之后就会还是会不康，有一天还是会不要康。你有可能交往半年才发现你不是我以为那样，那你不会觉得更浪费时间？超浪费时间。对啊，应该是找个适合自己的人啊。然后如果你想要装一辈子，你也会一直觉得很累。就例如你可能是废的啊，你就一直要装勤奋好青年了你会觉得很累吗？对，或者是你经济没那么好，然后你一直要很大方装阔，你会扛得很辛苦我有一个女生朋友，她就是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出门就是会打扮像公主一样。可是她家是住在那种老旧的公寓里面，就被以为是千金。对，然后她都跟男朋友在一起3年，不让男朋友送她回家。然后到现在，她男朋友都不知道她家住哪。这个是以前有一部很红日剧叫《大和拜金女》，中岛菜菜子演的。她就是很普通的上班族，可是她假装成富家千金。然后呢，她跟暧昧的男生去约会的时候呢，她都叫他送她到六本木的高级公寓前面下车，然后等她走之后，她再叫计程车或搭地铁回家。他根本就不住在那，可是他一直伪装一个富家千金的形象，因为他钓富家公子哥。一样。然后他是现实版的，然后他就装得超级辛苦，他一直要把他的行头弄得很像富家千金，看能不能成功嫁给他。可是他就超辛苦的。对啊，对，绝对不会一辈子。那嫁给他有用吗？嫁给他就会知道他是那个啦。对啊，是不是？父母或是家里面环境什么，迟早还是会知道。然后重点是好笑的是，后来他遇到的那个也是装的，他们两个都是装的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日剧，是当年非常红。第4点是不要当舔狗，不要把自己变成提款机或工具人，用钱去把妹或者牺牲自己去把妹，你累吗？而且你们的地位不平等，搞不好他就真的是把你当工具，他没有把你当男友，你很容易就会遇到渣女，因为你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姿态放太低了。我觉得无论男生或女生把自己姿态放到太低，矮于对方太多，其实都没有办法谈好恋爱。所以到底要怎样不当舔狗或工具人啊？因为好像很多男生会误以为我是在对你好啊，你们女生不是就是喜欢这样吗？不是就喜欢我们把你当公主伺候你吗？那你现在又叫我不要当舔狗，不要当工具人，那我到底该怎样？应该是我们女生要的是体贴吧，然后可能有同理心，然后不要过于卑微吧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喜欢太卑微的男生。我会觉得他们有魅力。对，没有魅力。对啊，我就会觉得你好烦哦，就会很像苍蝇，对不对？我要不去接你，那你要吃什么？我帮你送。你要吃宵夜吗？时时刻刻你会冷吗？你会冷吗？过度了，完全失去自己的魅力。或是可能你发文第一个按赞那种。你说一直狂按赞，然后什么都赞，然后我跟你讲话一直没有办法呈现平起平坐，他会一直称赞你。我真的觉得你很好你今天穿这样好好看哦。然后他所有的话都是这一种，你会有距离感。我就会觉得你好无聊。但是很多男生误以为我要一直这样捧你拱你，你才会喜欢我，其实不会，真的，你其实就是真的好看，你再讲就好了。对，你真的不用一直违背良心的称赞你。老实讲，女生可能会觉得被体贴是很开心的事情，可是她真的没有要一个仆人。懂吗？我们是要一个男朋友，我们不是要一个仆人。如果你一直用仆人或舔狗工具人的角色自居，你就会只是这个工具人。所以千万不要。第5点，女生通常是想要被倾听，不喜欢那种很爱说教的男生。可是我发现有很多男生，他有时候想展现他的霸气，或他觉得他这样子很 man， 他忍不住就会一直说教，然后我都会很想翻白眼。对，可是我知道他是想展现他的男子气概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，男生我觉得你们可能也很少思考到这件事，因为你觉得你在展现你的 man power，可是殊不知很多现在的女生很不舒服，因为现在女生已经思想成长了，不再像是以前都只想要霸道总裁。对，其实会比较希望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交流的，我讲的话你是不是真的能听懂的，可不可以提供一点情绪价值给我的那种。我不是指女生很无理取闹，你还要概括承受的那种，我是指说，例如好，他今天在公司可能跟同事吵架，受了什么气，然后他跟你讲，你可能会站在他这边跟他说，是哦，所以这样你一定很不舒服哈，那这样子你之前做的东西不就都被否定了？可是我看你之前都很努力你就会觉得他同理你了。对，顶多就说好，没关系，那等一下我们去吃火锅，等一下就让你多点一份肉，什么，对，你就会觉得就好了，或者我们去买珍奶，我叫个鸡排来吃，就好了，他就会觉得你很棒。对不对？你只要跟他说好没关系啊，他其实只是在讨拍拍而已，你就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给他就可以了，而且最好听他把整个吵架过程讲完，有没有？让他抱怨完。对，你就抱怨完，然后你就哄他，或者是一起去做什么快乐的事情就 OK 了，而不是要急着跟他说，因为我知道很多男生都会急着想要帮女生解决问题，就说不是啊，你这样跟他讲话，他一定会跟你吵架啊，因为你不能这样做啊，不是这样啊。对，他以为他在帮你解决问题，可是你就觉得你又被他念了，我只是要跟你讨拍拍，就回家还是被你念一顿。那我干嘛跟你讨拍拍？对，我干嘛跟你讲？可是男生会以为说不是啊，我在帮你解决问题，我在给你建设性的答案，解决问题。对，所以最后你们就会吵架，女生就会说干嘛跟你讲，越讲越气，烦死了，你根本不懂我。你们那一天又冷战，然后女生又要去找她的闺蜜靠背她的男友。
对，所以其实你就不要那么认真的想要帮他解决问题，你要解决的是情绪，不是真正的问题。女生很多的时候是那个情绪一时而已，然后要解决问题，我觉得可以过几天，她情绪过了之后再说。就说前几天那个事情，我觉得啊什么什么，因为她那时候情绪过去了，反而比较愿意讨论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男生要学会这一点，偶尔提供一些情绪价值。那女生当然互相对男生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，我觉得都是很加分的一个特质。而且这种男生很少很少啊，大部分都很爱跟你说人生大道理。对啊，然后甚至还说我就之前就跟你讲过了啊，你这种个性如果这样啊，就会怎样怎样怎样，我就觉得很生气，我不想跟他讲了。对，还会很想分手，就觉得烦死了，一直念比我爸还爱念。好的，以上5点是我们整理出来的，怎么样去追女生可能会大大提高你的胜率哦。然后这集我们要问一下观众问题：第一，如果你是女生，今天分享的5点，你觉得哪一点最重要啊？说说看你会被怎样的男生打动，让我们的男生辣椒粉参考吧。第二，如果你是男生，今天分享的5点，你会觉得很难吗？请问哪一点你觉得最难做到呢？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